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和机构。央视财经频道客户端、央视频和央视网正在同步直播315晚会，央视财经频道也将持续报道案例最新的执法情况。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看315晚会和晚会之后的追踪报道。今天我们晚会的第一个案例，我们关注的是卫生用品。洁净放心的卫生用品关乎着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但是有这样的一家企业，竟然用卫生巾和婴儿纸尿裤的残次品翻新加工，制假售假。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这家企业干的黑心生意。2025年年初，315晚会和财经调查栏目同时接到消费者的举报，位于济宁市凉山县的一家企业在销售劣质卫生间、婴儿纸尿裤，且数量巨大。根据举报线索，记者来到凉山县黑虎庙镇，找到了这家企业——凉山西西纸制品有限公司。记者以订货为由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刘总。刘总告诉记者，虽然西西公司是名为纸制品公司，但他们企业并不生产纸制品，他们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废品回收，即专门从纸尿裤和卫生间生产厂家购买生产线上不要的残次品、下脚料等生产垃圾。对，这个是1400面不湿。这个卫生巾是260一吨，他不会比我要他值啥？这都是我的成本。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刘总亲自带着记者走进了公司的大院。院子左侧仓库的大门敞开着，门口贴着“外来人员禁止入内、禁止拍照”的提示。仓库中堆放着一包一包的货物。刘总介绍，这些货正是他成吨采购回来的纸尿裤、卫生间的生产垃圾。除了打成整包的垃圾，还有很多卫生间纸尿裤散落在地上，脏乱不堪。几百平米的仓库，一大半空间被这些生产垃圾占用。记者粗粗计算，目测现场至少有上百吨货之多。凡是这样的成品的这样包，都得分挑。凡是那样的3类看着吧，都是挑完的，咱把这个好东西已经挑过去了。这样凡是没拆开的，这样是等待挑货的。刘总说的好东西，就是生产垃圾中相对完好的婴儿纸尿裤和卫生间的残次品。为了验证刘总的说法，记者从这些简简压缩、打包好的生产垃圾中，果然拽出了外观相对完好的婴儿拉拉裤。印花显示的是知名母婴品牌麦酷酷。拽出的卫生间上还保留着外包装，是知名卫生用品品牌自由点。刘总告诉记者，这样的货他们业内称之为2等品。2等呢，就是从人家垃圾子挑出来的，你不能说1等吧？1等的是人家正规产品。对。接下来，刘总又把记者带到了另一处仓库，这里同样堆积了大量纸尿裤和卫生间生产垃圾打成的货包。你看哪一家就是不低于200吨，像这样的货里面打开以后，人工分拣好的直接就卖8000、7000一吨，300吨一咋得捡个7、8吨是少的呀？直接当成品卖。对呀，不当成品2等品，因为专门有收的。眼前的这些所谓货，其实就是国内多家正规卫生间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淘汰处理的不合格产品。这家名为西西的纸制品厂以260元到1400元一吨的价格收购了这些正规企业原本应该销毁的不合格产品。从一包包这样的淘汰处理的不合格产品中，刘总再挑出形状完整且没有明显污渍和破损的，再包装再售卖。刘总告诉记者，这样的工业垃圾中再挑选翻新的卫生间，他们竟然能在市场上倒手卖到7、8千元一吨，其利润之高令人惊讶。这个260的那个那个货有的时间来到干到最好的时间能干到一个30吨，能干到15吨卫生间啊，那是好品牌。你在网上搜搜去，你都从咱这制的。
按照国标 GB15979-2002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废弃的卫生用品做原材料或半成品，而且卫生间、纸尿裤等产品在原材料卫生、生产环境与过程卫生、消毒过程、包装运输与贮存等方面，国家质量法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那么这些从垃圾中挑拣出来的所谓二等铁，在西溪纸制品公司要经过哪些工序呢？在另一个仓库，记者看到了大量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刘总告诉记者，这里面装的就是初步分拣出来的二等铁，已经按照不同的规格大小进行了分类。这个一个看到吗？这是型号，这拿了查下来。这个卫生巾的型号280。在这个仓库里，记者没有看到任何与卫生消毒相关的设备，装满二等铁的编织袋被随意扔在角落，而真正的所谓加工工序，则是在仓库里的一张方桌上进行的。方桌上堆满了经过初步分拣、同样规格的二等铁婴儿拉拉裤，几名工人围在桌旁忙碌着。由于这些拉拉裤是被压缩打包后运来的，工人将拉拉裤使劲在桌子上敲打，来恢复其蓬松状态。敲打后的拉拉裤被装进模具，塞进新的包装袋中进行封口。记者注意到，这批婴儿拉拉裤分属2个不同的知名母婴用品品牌曼希和中义孕婴，但2次包装使用的包装袋上没有任何品牌厂址等信息。整个重新包装过程，工人都是徒手操作，根本不存在卫生消毒措施。在完成拉拉裤的包装工作后，工人们又对一堆婴儿纸尿裤进行整理。只见工人徒手将纸尿裤展开，然后抓住纸尿裤两端，用桌面上的工具将纸尿裤捋平，之后再对折，用重物压住，塞进模具。记者看到，翻新包装完成的婴儿纸尿裤、拉拉裤被整齐地装在编织袋中，堆放在一旁，等待出厂。这些从正规生产线上清理下来的工业垃圾，如此翻新、重新分拣包装，其卫生状况如何？企业的负责人心知肚明，也毫不避讳。人家一等品是从无纯，就是没有什么一点不干净的车间出来的，然后这个废料出来，打到废料车间里边垃圾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然后咱们再拉回来放到咱们这车间，咱的卫生条件达到了吗？达不到吧？记者了解到，按照行业规范，正规的一次性卫生用品厂家对生产线上淘汰的残次品、下脚料等生产垃圾都要进行切碎处理，才能够流出企业。那么西溪纸制品公司从哪里买来的废料垃圾会有如此大量完整的二等品呢？在记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一辆大货车开进了公司大院，工人正在忙碌地卸车。记者围着货车仔细观察，发现货车拉的是和仓库中一样压捆成大包的婴儿拉拉裤，数量惊人，很多拉拉裤暴露在外，污秽不堪。记者拽下一条拉拉裤，上面的印花显示，这车货是知名母婴品牌米菲的婴儿拉拉裤。这车多少吨？得有30多吨。刘总告诉记者，这车货就是他从生产厂家以每吨1450元的价格购买的生产垃圾，至少能挑出来1半二等铁。他能做成这种生意，关键就在于打通了企业内部的关系。公司要求是每一片都得切碎，但是到了工人干活那里，你给我轻轻一个班操作一下，我给你个1800的。他有个代班的班长，我这个3000块是给他是啥的，你知道吧？给他个人的。一吨我给你加100，你看到的这车货就整个的没切，你明白啥意思？我这车货保收率，这车货30吨我能出15吨好的，但是这个事是操作是我个人问题，我不能给你任何人说。
按照刘总的说法，他是私下买通了正规企业的员工，把原本企业应该切碎的不合格卫生间、纸尿裤，不经过切碎的工序，私下偷偷卖给了西西纸制品公司。西西纸制品公司用此办法，以极低的价格收集到了众多正规企业原本应该切碎处理的二等品卫生间纸尿裤。有了这些不合格的卫生间纸尿裤，刘总再挑选形状完整的翻新制作包装，这样所谓的生意，刘总这几年越做越大。你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供多少，因为咱国内的市场大，所有的上市公司都给我这挂个兜的。你这一年处理这个废料啥的能处理多少吨？这一年下来1万来吨，不到2万吨吧。就在记者调查的过程中，一位来自福建泉州的老客户来找刘总采购。有纸尿裤，也有拉包裤。对，有纸尿裤一样。这位客户一番挑选之后，决定采购一批二等品的婴儿纸尿裤，包括好知、米菲、Baby Care 等品牌。厂子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这位老客户线上线下的生意都在做。它就属于它一个片子的一个头，它挑好之后往下面上，下面的人有的是电商，有的是实体店。一番讨价还价后，生意敲定，这位客户马上叫来货车，将选好的二等品婴儿纸尿裤进行装车。刘总告诉记者，他的客户非常多，这些从垃圾里挑出来的卫生间纸尿裤供不应求。我的客户很多，就是这二等品的客户，卫生巾、纸尿裤、小护垫，包括是成人的，包括是婴儿的，所有系列的。果然，福建泉州的客户车还没装完，一位来自临沂码头镇的客户又上门了。这位客户经人介绍，是第一次前来采购。面对新客户，刘总特别向对方提出了要求。前期有个条件，我要给你形成一个协议，就是采购合同协议，采购我们的原料。什么产品必须要回避破碎，不能二次流入市场，这种内容。如果改变性质，出现一些问题，由你责任承担，就是这个情况。可以。这样的规定是刘总给自己设置的防火墙，买卖双方对这些垃圾中挑出的二等品会流入市场心知肚明。而签订禁止二次流入市场的协议后，一旦产品被查，也牵连不到刘总的身上。对于这样的销售策略，刘总非常得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逮了多少人了？他最终他哪一个他找不到我这？你要不认可这个协议，你就给我的钱再多，我不给你。这位来自临沂码头镇的客户爽快地签好了协议之后，点名要采购二等品的自由点品牌女性安睡裤。我都自己用了，我做网店自己用，黑色的黑色那个单片的那个片子我回去还要撕开，那个带牌子吧，我们那边查太严了。原来这位客户是在某电商平台销售二等品安睡裤。为了掩人耳目，他要求将安睡裤的外包装去掉，换上自己的包装。很快，双方达成了长期供货协议。1个月10天、20天差不多。根据这位客户的描述，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果然找到了2家网店。这2家网店打着厂家直销的名义，销售着从生产垃圾中挑出的这些自由点安睡裤。网店的销量分别达到2.1万件和5.7万件。记者注意到，这2家网店销售的产品外包装上显示，生产厂家为如沐春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并不存在这样一家企业。由此可见，刘总从工业垃圾里挑选出的不合格卫生间纸尿裤，最终通过这些销售商家在网络上以3无产品的形式流进了市场。
刘总还告诉记者，销售二等品只是他靠垃圾赚钱的一个方面，那些挑选二等品剩下的垃圾，他也有生财的办法。为此，他将记者带到一处正在生产的车间。眼前的车间里，地上堆满了各种卫生间纸尿裤的生产垃圾。2名工人踩在上面，将脚下的垃圾不断地堆放到传送带上。这些垃圾肮脏不堪，其中不乏全棉时代、苏菲等知名品牌产品，中间还夹杂着烟盒、口罩。这直接也搁进去行吗？没事，设备都能给你分出来。就是也不用分拣。受潮的、湿的那个不能进。就是脏什么脏没事儿，脏点。那么，这成吨的污秽肮脏的垃圾被传送带运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这些垃圾是被打碎后重新分离成为木浆、吸水、高分子树脂等几种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原材料。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一次性卫生用品严禁使用这种回收原材料。但刘总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料在市场上很受客户欢迎。这里边也有高分子，但是很少了。哦，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用咱这里边再做那个成人去做成人纸尿裤，它里边就省它高分子了。这就直接拿去做了。对。哦，这种棉一吨多少钱？那，卖3000多块钱一吨。刘总告诉记者，眼下为了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他准备继续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我有6个这样的厂，我给这样的规模有6个，对，我有6个，我的产量很高。在记者的要求下，刘总带着记者来到了他的其他几家加工厂，厂房里果然都在热火朝天的生产，一边是工人们将卫生间纸尿裤垃圾送上传送带，另一边则是各种回收料不断被生产出来。就这样，卫生间纸尿裤的生产垃圾一部分作为2等品被挑出来流入市场直接销售，剩下的部分被投入机器生产成回收料，再次流入一次性卫生用品的生产企业。咱比如说码头，他要我的这个木浆人家做成人纸尿裤的，他是每1个礼拜拉2车货从我这儿拉走，包括到现在，每1个礼拜拉2车。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这些企业名字的时候，刘总对此3缄其口。好多企业，等你干起来以后，你就明白了小到哪里。但是你不干之前，我也不会跟你说。315的记者历经2个多月的时间卧底调查，才拍摄到了眼前的这些真相。大量流出的所谓2等品卫生巾、婴儿纸尿裤，危害着女性和孩子们的健康。而那些肮脏不堪的卫生用品垃圾，竟然还会被分解成原材料，再次流入产业链条。在节目播出的此刻，我们也接到了前方记者的反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执法人员已经会同地方的执法力量，正在展开对这家企业的清查。我们期待主管部门的雷霆手段，彻底斩断这条黑心的产业链。每年，消费市场里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在眼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一次性内裤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便捷生活的追求。但是，越是热门热销的好产品，个别商家就越会动歪心思、耍歪手段，去挣那些见不得光的钱。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经常出差旅游的，千万别带内裤了。内裤可以完成人太少，能方便卫生。咱们买一次性内裤看一看它是不是1欧灭菌的。出差旅行新选择，1欧灭菌不用洗直接穿，抑菌率高达99%。2025年，一次性内裤凭借方便卫生成为了市场热销的产品。但火爆热销的背后，事实真的如此吗？
2025年1月，记者来到了商丘市。据知情人告诉记者，当地有多家服饰加工企业生产的一次性内裤并不卫生，根本就不会杀菌，消费者购买一定要当心。记者以采购商的身份联系上梦阳服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带领记者通过昏暗狭窄的楼梯进入公司。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垃圾随意堆放，凌乱的编织袋里装满即将销往市场的一次性内裤。客户那边要的是这种承包的，这一袋是1000条，这个就当直接发货了。哦，对。轻薄透明的外包装散发出刺鼻的劣质塑料气味，打开包装袋，一次性内裤的气味更是难闻。为了看到真实的情况，记者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了企业的生产车间，车间与杂物堆放区仅1连之隔。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都是在徒手制作一次性内裤，原材料也随意堆放，布料旁还堆着垃圾杂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从产品卫生、生产环境、原材料、生产流程到包装、运输、贮存等各环节都制定了详尽规范。但在这家工厂，国家明文规定的生产标准并没有得到执行。工作人员透露，不要看他们卫生条件堪忧，他们的一次性内裤的销量还是不错的。你们家一年生产多少条？几百万条。他们最多是哪些场所呢？像那个美容院，然后还有澡堂也有，还有高档一点的那个洗浴中心。不仅不在乎自己的卫生条件，一次性内裤的材质，企业也是包装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我们又不想用涤，又不想用纯棉，我们就直接在上面打个棉。产品包装上标注的面料材质是棉，实际却使用的涤。在一些型号的一次性内裤上，企业直接写上纯棉，严重货不对版。如果说你要装棉的，它就是纯棉的；你要穿涤的话，它就是一个纯棉内裤，就是一个名称。我说这样写的话特别模糊。随着交流的深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材质造假还不算，产品重点宣传的所谓的灭菌处理更是子虚乌有。记者在包装上看到，产品包装盒上强调成品经过环氧乙烷EO 灭菌处理，舒适自然无菌，经环氧乙烷消毒处理，洁净卫生。消毒方式：产品出厂前环氧乙烷消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环氧乙烷能在常温下杀灭芽孢、结核杆菌、细菌、病毒、真菌等各类微生物，是当下一次性内裤流入市场前最关键也是最常见的灭菌方式。但灭菌需要花钱，他们只能在产品包装盒上吹嘘一下环氧乙烷消毒，其实基本没做过。大多数客户都不杀菌消毒，不杀菌消毒。我们这边基本上不杀菌消毒。但我看上面写的灭菌，有灭菌，写着是这样写着的。你们家杀菌消毒的大概占多少百分比？基本没有。如此生产一次性内裤，是不是只有看到的这一家呢？记者在商丘市余城县接连走访了10多家生产厂家，看到车间随意散漫生产的现象不在少数。生产好的一次性内裤被随意堆放，工作台也是工人的餐桌。当问及一次性内裤的消毒环节时，这家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但凡材质是涤纶的一次性内裤，通通都不需要进行杀菌消毒。涤的都不灭的。哦，涤的不管是什么涤的都不灭。那都不灭，其实。在余城县的博威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产品线丰富，一次性床品、浴巾等都在生产范围内。不过核心业务还是一次性内裤的生产加工。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宣传中的消毒环节，生产成本太高，企业也基本没做过。
你们这边的厂好多呀200-300家差不多。都在你们这个管理层里啊。中国做一次性内裤的余城是最多。像你们家那种一次性内裤，你们消毒吗？一般不消。增加了成本。对，这个中间这个成本太高了。记者在余城县走访了多个一次性内裤的加工厂，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加工厂生产的一次性内裤很多都没有进行杀菌消毒处理，这在县城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里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杀菌消毒吗？没有，说实话都没有。灭菌的多的是。你们家大概灭的是占多少？灭的能占1/3。普通的洗浴中心呢，像这种地板的、起毛线的东西，我们就不会给它灭菌。服装加工厂的一次性内裤不杀菌，余城县专业生产厂家会不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合格的一次性内裤呢？为此，记者来到了余城县的医疗器械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名为建之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宣传页上，物流区、厂区、原料区、抽检区等工作区域窗明几净，井然有序。公司还标榜严格检测，放心使用，附上多份检测报告，试图证明自家产品安全可靠。可事实真如宣传所说吗？依据公司标注的地址是余城县刘集乡顺兴路7号，记者找到了这个地方，但这家公司并没有对外挂出公司的牌子。从厂房外望进去，内部生产情况被遮得严严实实。几经联系，记者以采购商的身份走进了厂房，只见工人们正忙着给一次性内裤装袋，有的产品包装袋上印着EO灭菌后变为黄橙色的字样，但还没封口的袋子怎么就已经呈现出灭菌后的黄橙色了呢？而在车间里，工人正用喷枪往内裤上喷一种特别的液体——枪水。他哪有脏的？觉得有点脏的，长这个这他能消下来了。一喷就没有脏了。有的能达到了，有的达不了。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喷在一次性内裤上的液体其实是一种强力速干去污剂，气味不好闻，也不能直接用手去触摸。他就闻那有一股的那枪支味儿。建之初医疗器械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去污剂散发着刺鼻气味，也不影响产品销售。工作人员会按照去污效果的不同，将一次性内裤装到不同的包装袋里，售给消费者。它就是一个布那个，它就打不掉，用不掉的就成次品了。次品也卖？它有的要。记者以采购为由，见到了厂区负责生产的工作人员，证实此处就是建之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可以提供代加工服务，他们生产过初医生一次性内衣、贝兹盐一次性内裤和浪莎一次性内裤。为了控制成本，部分产品不进行杀菌消毒。你像贝兹盐这么大商家，也是，就是说只有特殊要求的几个款就去灭一下，就是他怕出问题，知道吧？他卖的爆的款，比方说他怕同行去搞他，去灭一下。初医生不灭菌吗？灭。它这颜色都提前印好的。像初医生这样的，就是提前印好这个，不杀菌消毒。省一个灭菌费嘛。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证明未灭菌的一次性内裤经过了环氧乙烷灭菌处理，他们会在生产时就贴上由红变蓝表示灭菌完全的环氧乙烷灭菌化学指示卡，以此来欺骗消费者。我跟你实话实说，就是好多客户他为了节省这个费用，他不灭菌了，直接我们给他贴上一个灭菌标签，直接就是给你做变过色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个标也是我们也是在外面买的。建之初医疗器械公司不仅伪造包装上的灭菌标签，还会提供整套灭菌的检测报告给客户，并强调这些都可以在实体店销售、电商直播间展示时使用。你在直播间，你说你看我们这个都是经过环氧乙烷灭菌的，你看一下我们这都是做过的，这就是这个证明，就相当于，然后让客户给看。为了进一步让消费者相信产品经过灭菌处理，企业还专门用心地制作了一段产品灭菌的视频。你就发给他看，你说我们环氧乙烷灭菌就是放在这个灭菌柜里面，然后一个晚上消杀，然后第二天早上出来。
就这样给他说。就这样，在灭菌化学指示卡、检测报告、灭菌视频的包装下，不杀菌的一次性内衣、一次性内裤就这样被包装一新，公然销售。在当地另一家医生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里，这里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欧诗罗兰一次性内裤销售非常好，年产量高达几千万，但基本不杀菌消毒。其实我跟你讲，不是说给你开玩笑的，不灭菌的很多，一般没有灭菌的，知道吧？什么材质都一样。2024年6月，新版国标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发布，并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些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益，明知故犯虚假宣传，处心积虑的制假售假。这些企业的造假行为是对市场新消费领域的直接伤害，曝光他们就是为了更好的共筑诚信，提振消费。同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还宣布，在今年将会特别部署2025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计划明确，对存在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舆情反应强烈、特别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燃气用具、电动自行车等重点产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大幅提高抽查比例，全面加大包括直播带货在内的网售产品的抽查力度。一经发现问题，将依法严肃查处，守住产品质量的安全底线。消费生活，家电不可或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家电市场的火爆也带动了家电维修行业的发展，各大互联网家电维修平台也应运而生。消费者只需轻点手机下单，服务人员就能够立刻上门维修，服务周到，价格透明。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总量家电维修，除了感情不修、卡不修、修不仅能修，还能新 iPhone。和企业在互联网上的火热宣传同步，近1年来，315晚会和财经调查栏目接到大量消费者对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投诉，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坑骗消费者的情况时有发生。师傅只是拆机，告知我收取350元，啄木鸟平台价格不透明，比市场价格高出2倍多。打开冰箱看了一眼，给我报价800多，他说控制板坏了，后来找售后80搞定。品牌售价300元的遥控器，被啄木鸟维修平台的维修师傅收了1776元。到门一通检查，断定某零件损坏，更换需要1960元，官方查询该零件售价750元。记者在网络上查询发现，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在某投诉网站上的投诉量超过6000条。为了真实了解这家公司的内部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啄木鸟公司。啄木鸟家庭维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家电维修平台，公司宣称在国内300多个城市都有业务开展，在线接单的维修师傅达10万名之多。公司面试经理告诉记者，做家电维修门槛其实很低，培训几天就可以上岗。像你前期不会都没有关系，我们有培训，也会有师傅带你技术培训3天，然后上门的服务流程呀、沟通话术啊、平台规则培训2天，正常7到10天就可以自己单独接单了。眼见着新入职的员工，培训人员开始传授他们的维修秘籍。如果记者进行上门维修服务，要是自己发现根本不会修，不要慌，随时可以给公司的老师傅打视频电话，肯定能解决问题。新员工上门维修就是要锻炼良好的心理素质。当我们到客户家遇到不会拆、不会修、有问题的情况，第一件事我们就是稳住心态，心理素质要好。讲实话，客户也不会想到这个工程师刚学3天。上门维修人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在服务过程中提高收费。如果客户嫌贵，就可以表演一出双簧戏给顾客看。找自己的主管、网点负责人，他会给你做结论的。只要跟他讲我在客户家，他就知道怎么说。客户嫌贵，你的网点负责人会在电话那头化解的相当的漂亮，他们都经过
特殊训练过的。哎呦，到客户家了，我这里还剩几张券，不行的话一起给客户绑定了吧，不管挣钱多少无所谓，咱要把客户的机器给他修好，听到没有？啊，两个人唱双簧，让客户在旁边听。2天的入职培训完全没有涉及到家电维修的实操，培训老师重点培训的就是营销的套路。课程结束后，公司就给记者安排了一位师傅，让记者跟着学习。第一趟活是跟着黄师傅去给一位客户更换洗衣机的电机。这台电机是黄师傅从网上花91元买的，塑料材质，质量堪忧。由于担心客户质疑，黄师傅开始向其他维修师傅请教如何顺利完成这趟活的好办法。一看就是女的，这个腿一看是白色的腿，这个磁的更好，防静电的，不会扯啊，人寿命长。寿命长，它磨细嘛，寿命长，你这后一给人面。干这行肯定不想干。一切准备妥当，记者跟随黄师傅进入客户家更换电机。这个塑料电机就是黄师傅在网上购买的。黄师傅还不忘让记者试一试重量。维修的过程里，客户很好说话，非常信任黄师傅，并没有在一旁观看。这一单，黄师傅向客户收取了659元。走之前还提醒记者把换下来的金属电机带走。从客户家出来，黄师傅开始向记者传授起自己的经验。经济质量好差，你像他这种不看的，直接让他装上就行了。质量差不差他也不看。我说质保的3个月、半年内不出问题，他找我都没有。这个东西不都在于自己吗？那你好说话的人也不逮，不好说话的人你要去逮，你能逮得住人那不好说话的吗？这个没办法，这维修行业它就这样。黄师傅收了客户659元维修费，换下来的电机卖废品卖了60元，而成本只有购买塑料电机的91元。这一单，黄师傅给啄木鸟平台完成的收入是628元。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记者跟随黄师傅几乎每次上门维修都能见识到新的套路。一位客户水龙头没打开，导致洗衣机无法进水。他水龙头没开，实在100多块钱，你这个进水阀有问题，帮你修一下。如果把水龙头都打开就好了。最常见的是燃气灶没电，客户换了电池仍然没法打火的情况。有好多知道他没电了，他妈买个电池，他帽子在上面他不知道抠。我们有的时候到人那下去，我就给他换点火器，才把帽子抠掉。点火器成本大概在20块钱左右，售价收250多。交流中，黄师傅的心情并不快乐。多收客户的钱，黄师傅也承认自己于心不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维修师傅想尽办法多收消费者钱呢？黄师傅告诉记者，最核心的关键还是来自家电维修平台施加的压力。维修人员经常会因为报价过低受到公司上级的批评，公司会要求维修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尽可能提高收费。你客单价搞不上来，他就一定就要到时候处罚你，天天在这个会上面这个批评你啊，动不动就给我们开会讲，那堵住了，你不能帮他换个排水泵吗？肯定希望员工能挣钱多的，肯定不希望这个员工挣钱少的。批评只是管理手段的一个方面，真正抬高维修收费标准的是利润的分配规则。这么贵啊！维修师傅告诉记者，由于维修平台掌握着客源渠道，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平台，师傅们几乎接不到维修单。因此，每一次师傅们接到平台派发的维修单之后，就必须按照平台的要求，想尽办法去多收费。这笔钱，维修平台都要分走大部分。因此，这样的分配机制下，维修师傅们如果不隐瞒实际情况漫天收费，就根本挣不到钱，甚至还会因为业绩差，最终丢掉这份工作。像厨电呀或者洗衣机，差不多都在50%左右。啊，倒是50%。对，40%加10%。你只能拿到40%，公司拿60%，你只能换东西。啄木鸟唯一的特点就是人家用户讲价格高，到那去不要看机，第一点就看那人，就不能实诚，是没办法让你实诚。除了刚才节目当中看到的这家家电维修平台，315记者调查发现，相同的情况在其他家电维修平台也同样出现。
这些家电维修平台公司利用信息集成、接单派单的中介权利，用高客单价和高额抽成，将维修师傅们逼成了一个个演员。眼下，国家大力推动以旧换新，政府和企业都给予了大量补贴。咱们既要勤俭持家，也要算笔账。要是维修划不来，干脆就买件新的吧。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一直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事。食品企业要生产出高质量的放心食品，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冷冻虾仁。眼下的市场中，一些水产海鲜商家们热衷于宣传自己生产的虾仁零添加、零保水剂的新概念。他们推销的冷冻虾仁水润有光泽，个大又肉厚。然而，事实真的像商家们宣传的这样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没有泡过，没有漂过，零添加、零防腐的，泡水不泡药的好品质。零添加，拒绝保水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保鲜那些东西。点开多家电商平台，很多消费者都会看到这样的广告推送：新鲜、饱满、有嚼劲儿的虾仁儿，只要你轻轻一点，1-2天的功夫，它就能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孩子、老人都喜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虾仁销售的广告里不断出现零添加、零保水剂的字样。商家们解释，保水剂及食品水分保持剂常用复合磷酸盐，这是一种常见的化学制剂，一般呈白色粒状或粉末状结晶，亲水性强，能在加工时保持虾仁的水分，提升口感和延长保质期。业内称这样处理水产品的方式为保水或泡药。商家们纷纷做出保证，可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315晚会和财经调查栏目同时接到群众举报，称有部分生产厂家在加工水产品时违规超量添加保水剂。为深入生产一线调查，在业内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前往名为上方舟的食品公司。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会依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规格的虾仁儿。记者走进该企业库房，只见地面上堆放着各种大袋的复合磷酸盐保水剂。第100公斤就放3公斤保水剂，蛋厂保水剂是18%到20%左右。一般的话，虾要泡多长时间呢？我们现在的话都16个小时以后才搅局。按照国家的规范，一定量的添加保水剂本意是为了改良虾仁口感、保持水分、增加保质期。但保水剂的规定到了部分企业的手上，却有了其他的用途。首先就是增重。这家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保水20%意味着虾仁吸收水分之后体积变大，重量增加了20%。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地面上并排放着几个黄色大桶，桶里青黑色液体中搅拌的正是泡药的虾仁。工作人员说，他们会按照客户要求的保水率确定浸泡时间。这个是客户，这个是规格，这个是重量，这个是时间，这个日期2月19号13点15分，205公斤。这是看客户要求多少个点数的，根据点数来约泡的时间的。那要是20个点呢？20个点都要10几个小时。他当了那么多时间了，他已经把那个药吸收了。记者查阅国家相关法规得知，国家对冷冻水产品中磷酸盐的添加量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依据 GB2760-202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冷冻虾仁中磷酸及磷酸盐以磷酸根剂每1000克最大使用量为5克及5/1000。然而，根据记者调查，该厂虾仁磷酸盐添加量1000/30，浸泡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保水率高达20%，这会导致虾仁磷酸盐含量严重超标。企业负责人却对此并不在意。这种规格的话，
泡20个点，那最后他这个会检测超标吧？他如果是严格的话，都差。但是目前我了解都没有特殊检测，没有特殊要求就不用。生产企业究竟会违规添加多少保水剂呢？一家企业的生产线不能说明问题。记者继续来到另一家工厂——中青海洋水产有限公司。保水剂近期他们到货的话，都保多少了？斤重是吧？啊，斤重我们一般也24、25左右。多少斤泡多少斤？做起来大概就是说100斤的话就泡回来124，做出来124，做出24斤来吗？对。保水剂成了虾仁增重吸水的一个重要工具，毕竟水比货压秤，添多少就能多出多少重量，这就是多出来的企业利润。而且卖相好，口感还脆，价格还可以卖得更高。在中青海洋水产的生产现场，记者目睹了泡完药的虾仁后续加工流程。刚从桶里捞出的虾仁直接被送上刨冰机的传送带，迅速进入冰冻环节。眨眼间就裹上了一层冰衣。工人告诉记者，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暗藏玄机。刨冰是为了2次增重，进一步增加虾仁的重量，赚取更多利润。虾仁做好之后包40冰还是30冰还是20冰？刨冰最高能包到多少？多少都能包，70都能包。1斤减重之后只有3两虾仁。在良基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拿出一款虾仁样品，告诉记者，这是质量上乘的产品，所用的虾是焦糖虾，由本地新鲜虾制作而成。为了保证虾仁的口感，保水率只做到了16%到18%。这个是保水了还是没保的？保水了，已经保了哈。这个保了多少？就16到18吧，17、18不算多，正常的17、18个点。如果他真的是有20几个点的话，应该是超。就如果说按照国标，那肯定是超啊，那肯定要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保水剂添加量的多少一般由虾仁的价格决定，价格高的保水率相对会低一些。保过水的虾仁吃起来又滑又嫩，销量很好。但这样的保水虾仁，他们自己却不吃。那你们平时自己吃虾仁的话，吃的是啥虾？我们沿海地区肯定，我们沿海地区都是吃海虾。记者来到宝辉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虾仁开背之后，体表面积增大，相应保水率也会增加。保了多少水？应该保10来个水吧，应该20到10秒吧。记者在与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的接触中了解到，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保水剂的添加已经成了他们增加产品重量、强化虾仁口感的一个挣钱法宝。走访过程中，多家企业告诉记者，尽管虾仁在加工时添加了保水剂磷酸盐，但他们的成品外包装上并不做标注，成分表仅标明虾仁和水。连云港先之窑食品公司，其主要业务是给电商平台供货。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这里的环境令人担忧，狭小的房间脏乱不堪，工人没有任何卫生防护措施，直接将冻虾仁装袋称重，封口后发货。当记者询问包装上是否应标注保水剂相关信息时，负责人表示不标注。海鲜基本上他们上链接的时候都是上的这个农副，食用农产品，这个基本上没有查这种，不查这个保不保水。对对对。在鱼趣多食品有限公司代理的虾仁产品的配料表上，也没有标注添加了保水剂磷酸盐。该公司负责人解释，虾仁作为生鲜和食用农产品，标签无需太过详细。这个标签它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啊。那你也可以说是零保水，你不需要说保水这个事儿，他们不懂。顾客是不会知道有保水，他都不知道保水是什么意思。行业内的这些个别企业如此违规的超量添加磷酸盐制造出来的保水虾仁，究竟会对消费者的身体造成何种影响呢？
长期过量摄入磷酸盐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例如消化系统问题，导致人体的钙磷比失衡，缺钙引发心血管疾病。315记者将这些样品送往权威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宝辉水产有限公司生产的冻虾仁磷酸盐总量每公斤7.57克，相较国家最高允许标准含量超标51.4%。良基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冻虾仁磷酸盐总量每公斤12.5克，相较国家最高允许标准含量超标145%。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企业绝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知道，刚才视频中所看到的原本应该规范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被一些商家超量滥用，这些企业就为了一点点的利润，把卫生健康法规都抛到了脑后。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宣布，为了进一步畅通集中用餐单位、自办食堂、委托餐饮企业、供餐企业等食品生产经营者内部举报渠道，鼓励引导食品从业者和相关人员积极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充分发挥社会共治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开发设计了全国食品安全举报系统，该系统将在今年的5月份正式上线。而根据我们前方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节目播出刚结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执法人员已经会同地方的相关部门，此时此刻正在进入曝光的这几家企业，清查行动正在紧张地进行中。电子签借钱无抵押，下款快，火爆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借了3万块钱，到账是1.4万。借钱却陷入高利贷困境，电子签平台不管不问，想走法律途径维权，却发现困难重重。平台的逾期费用也很高，完全不知道对方的信息。借贷宝、人人信2大电子签平台为何会沦为滋生高利贷的温床？人脸识别是一种高科技技术，它不需要人在，不需要人活着。黑软件强行抓取个人信息，精准获客，包藏祸心。就是我微信转给你的文章，那个人看过了，也有概率把那个人的手机号识别出来。他点了没有留表电话号码可以拿出来，你去做回答。海量手机用户被打上层层标签，成为待宰羔羊。130万，你就这么画了个圈？对。然后就130万的数据就出来了。对的，就是这么离谱。我们这边是做智能黑科技加持黑生意，骚扰电话数量爆发式增长。今天打10万个电话，一次打100个，一次打200个。我们这每个任务也都是10几20万名单起步。篡改数据，逃避监管，谁为骚扰电话打开方便之门？就是我们其实跟运营商的话，关系还是比较 OK。比如说不是很大的一些投诉的话，我们都能去申诉掉、内部处理掉。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的2025年315晚会，欢迎您继续收看。在互联网上向陌生人借钱，而且成功率很高，您相信吗？眼下在各大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的个人借贷模式，它的操作很简单，打开手机当中的电子签软件，就可以打出一张具备法律效力的电子欠条，放款、还款也都是在线上转账。
乍一听呢，这似乎是一个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可是这些看似便捷的电子签平台背后，却藏着您算计不到的一本大账。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太离谱了，竟然有人能在评论区借到钱，借5000借1万的，很多人还真借到。2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手机上这么一签，搞一个电子合同就完成了，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在眼下一些平台热推的短视频评论区里，密密麻麻的留言映入眼帘，粗略一数竟有几千条之多。而仔细翻看就会发现，这些留言中都在反复出现一个高频词“电子签”。不仅是短视频平台，在其他网络社交媒体上，大量相似的借款成功案例、求借款留言一股脑地涌现出来。用电子签在陌生人之间借钱的方式，真的靠谱吗？借5000到手3500， 7天内还款。电子签走的是借贷宝，走的人人信。我是借了3万块钱，然后到账是1万4，约定还3万，他扣除了1万6，他说是利息。2025年年初，洪先生和王女士急需资金周转，在网络上找到愿意放款的人。尽管对方给出的利率高得离谱，但二人救急心切，还是咬牙接受了。随后，按照放款人要求，洪先生在借贷宝平台，王女士在人人信平台分别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欠条和借条。借贷宝和人人信都是电子签约平台，打开应用页面，借条欠条功能入口十分醒目，页面上还列着法院认可、律师函服务、委托诉讼等服务。记者体验打借条欠条功能时发现，平台可选的最高利率不超过13%，处于民间借贷合法区间。乍一看，在上面贷款正规又受法律保护，可为何会有人掉进高利贷的陷阱呢？因为都是私下微信、支付宝转账，平台没有审核实际放款金额，他们都不是在平台上面做交易，只是在上面签一个金额，没有核实过真实的借款记录。在借贷宝平台签了正规的电子签协议，打了电子签的欠条，但实际交易的时候，真正的交易却不在平台上进行，借钱双方都在各自的微信上完成了借钱的步骤。这个变化让洪先生感到了意外。洪先生称，自己向放款人借款5000元，实际只收到3500元转账，可平台欠条上的借款金额却登记为5000元，短短7天就要额外还1500元利息。洪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赤裸裸的高利贷和砍头息。洪先生的遭遇并不是单独现象，在调查中，多位在借贷宝上签条借款的消费者告诉记者，在借贷宝这个平台上，既不要求借钱双方上传交易凭证，而且放款收款还随意由放款人和借款人自由选择通过支付平台完成，平台根本不监管也不询问。但只要借贷行为发生，借贷宝平台每单都向借款人收取出证费。但借款人如果还不上钱，借贷宝平台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上，他会给你展期，利率是0，每天300的利息，通过微信转账直接还给出借人。展期的同时，你要付给平台费用。我大概攒了10多次，就我付给平台的费用已经有了700-800块钱。借贷宝平台给出的办法就是办理展期，就是把还款时间往后拖。洪先生由于无法按期还钱，被放款人要求在借贷宝平台上支付展期费用，延长7天时间还款，且标明不收利息。这样的安排表面上看对借钱的洪先生很友好，但如果要达成借款的展期，放款人私底下让洪先生每天另外转300元钱利息，否则不同意延期还款。无奈之下，洪先生只能办理了借款展期，
由于洪先生在办理展期时形成了新的债务关系，借贷宝平台再次收取了洪先生出证费。多次展期后，洪先生发现自己已经还了7000多元，早就超出了3500元的本金，于是要求放款人销账。我要销账的话，要么给2万，我把条子给你销掉；要么你就继续这样逾期。洪先生一气之下，既不展期，也不继续还钱，任由这张欠条逾期。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借贷宝平台除了收取出证费和展期费，还会在欠条逾期时收取逾期费。平台的逾期费用也很高，就是说我不仅要还放款人的钱，我还要付给平台钱。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放款人没拿到他想要的全部利息，就不同意把借贷宝平台上的欠条撤销掉，欠条就会一直留在那儿，就意味着这笔账一直逾期，借贷宝平台就能够不停地收逾期费，洪先生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用电子签借钱，最终借出了一个高利贷，这样的商业模式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设计呢？电子签相当于他们一个保障，我感觉这些应该是他们默许了。为了更真实地了解借贷宝平台的意图，记者以放款人的身份前往位于成都锦江区的借贷宝总部咨询。3位业务负责人直言，借贷宝的核心就是借条欠条功能，公司已经做到了行业头部。如果记者有钱，可以放心地在他们平台上把钱借出去。你们一年能有多少条啊？我们上亿的客户，我们的盈利就是打条的收入，一单也就10几块，大的可能最多几十块，然后就能养活我的公司。就是在欠条工具的这个领域，我们基本上是 No.1。对于放款人使用借贷宝打欠条，故意用砍头息、展期利息等手段侵害借款人权益的情况，借贷宝平台是否真的知情呢？对此，借贷宝欠条业务负责人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向记者着重强调了他们公司业务上打借条和打欠条的区别。它是这样的，就是欠条，就是说线上打了条，然后你们在线下你们自己去那个进行转账。走微信的话，你就用欠条就可以了。对，而打借条的这个功能是这个转账直接走我们借贷宝，没有必要走打借条，就走打欠条就好了。打借条其实就更严格了，是吧？因为它还要对，打借条你没有办法做利息的事。然后金额就是3000、5000这种。线上利率你可能直接挂0，但你线下肯定会收嘛。做这个业务人基本上也都在用我们的电子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0条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要求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但从借贷宝业务负责人的表述中能明显听出，借贷宝对平台上打欠条功能被高利贷利用，借款人利益受损的情况是知情的。但交流中，公司人员不断劝记者，有钱放贷最好不用受监管的借条功能，最好使用打欠条的功能出借自己的资金。其实大部分的业务就跟您现在的一样，就是线下那个微信、支付宝，然后转款，然后收钱，然后线上打个条，然后打个条的话，利率一般就是挂0%，它就不会在上面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率，不会，一切都是线下去进行一个操作。在和借贷宝工作人员的交流中，记者发现，一开始借贷宝平台就只劝出借方使用打欠条功能，私下不受监管地赚取利息钱。平台自身只挣取借款方的出证费、展期费以及逾期罚款，全过程里没有谈及任何保护借款人权益的措施。我们挣的是借款方的钱，我们不挣出借方的钱。一单收10块，对，就挣这个钱。量大，对，量大，就像也说有这样的业务模式在嘛，那一个账号就能放很多人。多名在借贷宝平台上借钱的消费者告诉记者，电子欠条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在平台签署的双方都经过实名认证，所以当借钱的人发现自己遭遇了高利贷放贷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用法律维权，但这一点放款人也早有准备。
借款人即使找到了电子签平台，也毫无办法，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没有他身份信息啊。我个人是有1天半的时间被短信轰炸，当时轰炸了2000多条。给我的父母打过，说我是个骗子，然后说我是诈骗犯这样子的。有想过说是走法律这个途径，但是完全不知道对方的信息。多位在借贷宝、人人信这些电子签平台上签条借款的人告诉记者，即便遭遇了放款人的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由于不清楚其真实身份信息，根本没办法起诉。明明借钱双方都在同一个平台上登记注册认证，平台也留存了详细记录，借款人却为何找不到放款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继续以放款人的身份前往另一家电子签平台人人信寻找答案。令人惊讶的是，人人信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竟是和平区的一处居民住宅，开门的是一位身着睡衣的女性。我是想问一下产品经理，你们那条的业务？这边是注册地，你要么就给他打电话。起初，居住在人人信注册地的女士不愿提供产品经理的联系方式。记者沟通后，她终于告知号码。记者随即拨通了电话，可这位产品经理并不愿露面。本来我们就没有这个接见这个义务啊，我就不需要接见这个买卖，不需要接见。如果说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处理，您电话也能沟通。电话沟通后，记者终于见到了人人信这位神秘的李经理。我们这个平台比他隐蔽一些。人人信对平台上线上线下分开操作利率的违规玩法，同样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当记者询问如何规避高利贷的监管风险时，李经理介绍了电子签借钱行业规避法律监管的秘籍。你要做号，你不能做拿自己名去搞人。为啥让你做号呢？是因为有一种人他会追星。他去法院打官司，把他多给的部分要回去，是吧？是的，现在是逐渐支持的呀，一点辙没有啊。你们处理过这种吗？就是追息的。连我都告。你这中间你跟他起啥作，不就签个条吗？重要是他只知道我，找不上去。人人信的这位产品经理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平台上的放款方很多都是通过做假账号来规避法律风险的，目的就是让受害人找不到起诉对象。但人人信这类电子签平台要求放款人实名认证，做号究竟该怎样做才能通过人人信、借贷宝这类电子签平台的审核呢？你要找一个人，找一个老头，找一个老太太，找一个咱们村里的人，或者找一个残疾人或者老人，可能还有残疾者，肯定带不走。我们平台目前为止是必须人脸的，是吧？对呀。但是吧，人脸识别是一种高科技技术，它不需要人在，也不需要人活着。人人信经理暗示记者，去世人的信息也能用来做账号。每个账号都需要花钱的，上网去慢慢去找。这个数，对吧？数全套。这后边几个零啊？3人，做号做好了，成功已经完成了1半多。后边的事儿都好办。人人信李经理告诉记者，有了这些办法，电子签平台的实名认证就成了摆设，即使是被人告，平台给出去的放款人资料也是无法查证的。这样设计的商业模式，放款人通过电子签放高利贷挣钱，平台不断通过电子签欠条收借钱人的手续费，出了问题谁也不用担责任。那你们这平台是像我们这样的多，还是自然的那种多呀？你给亲戚朋友转账借钱，咱还打条了，我不好意思。他们都是专业的。你在我们这儿就是一个自然账号，因为我们的利率都写的大部分都这么0啊、封顶啊之类的，
他拿什么告你？我们为什么能做到最大呢？就是说明全网的这种直接接待人都在选择我们。互联网时代，新的商业模式、新的金融借贷办法，通过网络平台层出不穷。但无论是这些电子签平台的审核出了怎样的问题，还是那些产品经理们违规拉单做业绩，人人信和借贷宝这类的平台都应该堵住这些技术漏洞、管理漏洞，更不应该默许、纵容，甚至是诱导违法行为。我们也呼吁相关政府部门清查这些新型的金融借贷模式，进一步净化网络借贷环境，创造出更多真正公平、公正、干净的第三方签约平台，保障消费者的消费权益。就在晚会播出的前一天，公安部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的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坚决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金融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我们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1年来，315和财经调查栏目的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市场上出现了一款获客应用软件，它们偷偷地藏在消费者刷短视频、看直播、网络购物的手机操作当中，悄悄地窃取着消费者的信息，并且将海量收集的这些个人信息在市场上兜售获利。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近1年的时间里，在互联网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精准获客的商业广告帖。这些商家声称，他们研发了一款全新的大数据获客软件，可以为商家精准获取目标人群的消费习惯、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方便商家拨打电话推广自己的业务和产品。简单的说，就是只要购买使用这款软件，商家就可以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上自由地拿到自己想要的海量个人消费数据，可以直接导出数据的平台账号、微信、手机。这些商家所谓的获客系统软件，真的有像他们宣传中这么强大吗？带着疑问，记者按照推销广告的地址，首先来到了元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见到生意上门，接待得很热情，并立刻展示了他们销售的这款名为云客引流的获客软件。软件界面上可以看到，消费者常用的短视频、综合信息、导航、购物等 App 一应俱全。公司负责人朱经理告诉记者，他们这款软件在各大网络平台也取得了认证，数据接口都是正规的，记者不用担心。软件我们都是官方接口的，所以这个违规这块你不用担心，我们没有任何违规。为了让记者相信软件确实跟广告宣传的一模一样，一位姓樊的业务经理进行了现场演示。点进去，这里面能进行一个功能选择和设置。视频，既然您没做视频，没在短视频平台做视频，对不对？咱们就去截留别人视频。樊经理告诉记者，这个获客软件能够将商家想要的关键词设为标签，设定后，软件就会自动在刚才选择的短视频平台上扫描评论区。一旦发现与设定标签词相关的评论，这款软件就会在短视频平台和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抓取这个用户的电话、微信账号等联系方式。不仅如此，樊经理还介绍，使用这款获客软件还能监控和偷取自己同行的直播带货数据。比如说你的同行正在直播，我上他的直播间里边去，跟他的这个直播间里边的所有的用户进行互动，那就等于是截流了吧？对，截流和引流。樊经理介绍，获客软件收集到的用户信息会以列表的形式单独显示出来。果然，软件一启动就找到2个用户信息。他跟这个视频进行留言。这操作日志是干嘛用的？自动工作的一个过程，包括还能看到他发了多少私信了，
发了多少条评论，关注了多少人，评论了多少人。轻轻一点，这款获客软件就将短视频平台用户的个人信息强行抓取了出来。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电话联系平台用户了。如此获客手段令人惊讶。在另一家绿线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类似的一款名叫点点乙的获客软件，它也是通过短视频平台偷偷的强行抓取用户个人信息。在记者的要求下，公司的李经理用手机进行了现场演示，不到1分钟就轻松抓取了6个客户信息。启动，行，你现在听一下，我看咱们采集了几个了？6个嘛，刚刚看了。6个，这文件可以导出来的，可以导出是吧？转成在电脑转换成Excel表格就行了。记者看到，刚刚获取的这6位客户的信息都独立以 TXT 格式存在手机上，不仅有联系电话，还显示有微信号码。公司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云启智能和绿线科技这2家公司销售的获客软件名字虽然不同，但都是使用了爬虫技术，嵌入到各大知名互联网平台上，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任何人只要购买了这种偷数据信息的软件，就可以随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偷取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云启智能和绿线科技2家公司只是互联网所谓获客产业的冰山一角。在这家名为启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销售广告里，该公司宣称自己拥有了21条精准人群画像，他们能够按照客户要求精准抓取目标人群的手机号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获客软件名为火眼云，他们获得的很多个人数据信息已经卖给了很多企业，公司业务开展的相当不错。土八兔之类的都是从去年开始陆续签约回来的，从这中间呢就签了一些口腔无线那个拜博，它有140多家门店，医美的像什么美莱、医美机构也签了一些，包括什么招商加盟的、律师服务、什么贷款的。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帮助企业客户从自身运营的微信公众号获客是火眼云软件的主要功能之一。有公众号的、社群的和你的企业好友。微信公众号的啊，还有群的，整个联系方式全能出来啊，对，电话号码。据工作人员介绍，眼下市场上很多企业自己的公众号都有不少关注用户，他们的火眼云软件则可以将企业公众号的关注用户或微信群成员的手机号码悄悄地偷取出来，方便企业客户开展电话营销。不仅如此，只要点击阅读过、转发过企业公众号文章的用户手机号码，他们的获客软件也能悄悄地偷取。就是我微信转给你的文章，作为这个文章的发起者是根本不知道那个人看过的，但是如果你转给他了，那个人看过了，也有概率把那个人的手机号识别出来。他点了没有留表单，电话号码可以拿出来，你去做回访。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些从事获客生意的商家不仅能通过技术手段从各大互联网平台手机客户端上悄悄地偷取用户手机号码，还将用户打上各种标签，把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交通、学习、购物、上网等习惯进行数字化标注。随着标签不断增加，每个人的画像也更加具体。公司将这些精准的个人信息数据在市场上销售，从而谋取利益。这家名为智优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宣称，他们就掌握着大量被精准标注的个人信息资料，供客户购买使用。所以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数据库啊，我们的数据库可以维度特别广，企业端、B 端、C 端，
然后地图。这家公司的田经理告诉记者，只需要在地图上选择要获取什么地方的个人信息数据，系统就会自动列出他们公司掌握的当前地区的个人信息，以及所属各行业的具体数量。标签有餐饮、教育、木材加工、口腔医院等等。哎，我现在想看金牛区附近所有的商圈的信息，我直接圈一下，你看全出来，所有金牛的，看到全部都在我面前，130万，整个所有曾经在金牛区这种附近相关预留过信息的人，你就这么画了个圈儿，对，然后就130万的数据就出来了，对的，就是这么离谱。当记者提到这么公开售卖个人信息，他们公司就不害怕遭到法律制裁吗？见到记者担心，田经理得意地告诉记者，他们把掌握的这些个人信息隐藏在各行各业的企业信息内，伪装成企业公开信息销售，这样操作就不会有风险。我们是全网爬虫的，做精准爬虫的，它包含了所有个人信息在里面。实话实说，就是我们必须要不能以那种个人信息在上面，那个人信息属于就是隐私信息，属于那个就属于真的嘛，这样吧就违法。所以你这个不就是已经做了这种伪装了吗？这是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在调查过程中，知情人还告诉记者，市场上现在最厉害的获客公司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偷数据，还能使用手机的3网通信大数据进行获客。在这份宣传资料上，记者看到这家公司将个人用户分为9种类型，个人标签达到3800项，网站2亿多，6万个互联网品牌，手机品牌更是多到2000种，每日处理数据量达到了100亿条。记者按照资料进行多方联系，但这类获客公司都不肯见面，警惕性非常高。如果要交易，他们只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为了见到市场上这种3网获客公司，在长达几个月时间里，记者在多种办法的努力下，终于见到了这家名为启科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何经理。何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公司销售的手机号码用户画像精准，转化率高，所以在获客软件这个行当里，他们公司的个人数据信息销售价格也相对较高。我们6块钱看看能订多少。我们现在走个出国留学的，就是有一家公司基本全包，每天的量是2000多条吧。何经理介绍，他们公司说的3网大数据，就是指3家电信运营商的数据。他们可以通过3网抓取指定的400呼入电话的用户信息，以及浏览过某些网站或是 App 的用户个人信息。但是究竟是用什么技术方式，具体通过哪家运营商获取的这些数据，何经理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回答。为了印证他们的软件能窃取电信运营商的个人信息数据，记者向启科科技提交了几家企业的400电话以及网址，以6元每条的价格购买访问这些企业的消费者手机号码。很快，对方就通过一个境外邮箱，把拨打指定400电话和浏览了指定网站的访客手机号码发给了记者。1900101。收到这些个人信息数据，记者随机选取了几个手机号码进行验证。联系了，我本来好像当时预约了一个补牙，12月份应该吧，应该打了吧？之前我想去弄牙齿的，应该是吧？系牙套吧？打过，好像打过。一番核对，启科科技通过运营商大数据偷取到的个人数据信息都是真实无误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如何通过400电话和网站抓取访客手机号码的呢？在经历多次沟通后，启科科技逐渐对记者放松了警惕。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2025年的2月，一位冉经理终于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精准获客的秘密。冉经理在电脑上一番操作，打开了一个精准通客户管理平台，通过投影展示给了记者。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背景后台吧，那我们这一个的话呢是叫精准通客户管理平台，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内网，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展现，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数据这个板块很敏感。
冉经理介绍，精准通客户管理平台显示的正是某电信运营商后台的实时数据。点击左侧的需求栏，会弹出菜单需求列表目录。在需求列表里，记者看到了除了地区、性别2个标签以外，还有年龄、人生阶段、职业、经济能力、兴趣爱好等其他几个标签。这些1级标签下，还会出现2级标签。房产中介、高校老师、快递员、汽车销售、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除此之外，记者还看到人生阶段标签下包含了中小学、大学生、已婚、未婚、婚恋交友、已婚备孕等几十种2级标签。兴趣爱好标签下也包含了摄像、时尚、求职招聘、游戏厂商、社交等2级标签。冉经理告诉记者，通过400电话和网站获取访客的手机号码，其实就是将相应的400电话字段和网站的网址字段输入系统，建成新的标签，系统就会将符合要求的用户的手机号码过滤筛选出来。它主要的话呢，就是在这些需求列表中把我们的这些字段给它弄进去，弄进去之后，它实际上在这里下面它就全部都给你出来了，就链接出来了。是根据你的需求来精准选择你对应的客户。对，你的客户主要来源于哪一类，它就通过大数据给你筛选了。就这样，通过这款软件，海量用户都被这成百上千的数字标签打上了记号，偷偷的被窃取，成为了待售的商品。保护消费者的数据信息安全是全社会的共识，也是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严守的法规红线。但是，偏偏就有这些获客黑软件，将黑手伸进互联网平台，甚至伸进了各大通讯网络，偷取个人数据进行销售，谋取暴利。整治这些危害信息安全的黑软件、黑生意，已经刻不容缓。前有互联网上的获客黑软件偷窃消费者的手机号，后面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消费者非常熟悉的环节，那就是很多人每天都会接到的骚扰电话。这些被黑软件抓取的手机号码究竟卖给了谁？这些骚扰电话又是怎么拨打出去的？这个环节里的黑生意是谁在神秘的操作呢？我们再来看记者调查。和这1年多来互联网上获客软件销售火爆相对应的是，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所谓外呼业务的广告。这些外呼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帮助商家向手机用户拨打自己的营销电话，市场上俗称电销。这些外呼公司打着高效触达用户、精准拓客等旗号招揽生意，甚至还宣称可以通过 AI 智能机器人拨打营销电话。我们这边是做智能语音电话机器人的，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高效算法，快速响应，只有 AI 可以解析复杂语境。根据这些外呼网站上的联系方式，记者前往多地进行调查。眼下，使用所谓人工智能机器人拨打营销电话，已经成为外呼这个行业的主流。使用这种外呼智能机器人，效率比人工高出数倍。首先是机器人不知疲倦，可以日夜拨打营销电话。其二，这些所谓的智能机器人输出的声音由真人录音制作而成，让接听用户难辨真伪，从而更能提高接听率。我这边是一家专用车生产企业啊。我们这边招收维密售代理商，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吗？喂，你好，我们注意到您有没有房产，请问您来过了吗？在这家名为智优情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里，记者看到，这是一家从事外呼业务好几年的企业。该公司对外宣称，曾服务过的企业有5000多家。眼下，他们宣称已经是市场上外呼智能机器人技术上的第一梯队。你 AI 的种类分得很广，像我们这种是纯外呼的 AI， 它就是在前期相当于就无限去接近一个真人来帮你去call这个电话。我们公司一个月要签大几十家客户。信息。
那么我们田经理介绍，目前他们公司主要承接的业务涉及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建筑施工、金融贷款等行业。那么这些打营销电话的外呼智能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呢？在记者的要求下，田经理打开了一套正在给客户测试运行中的系统后台，现场展示了他们的技术。口腔医院的，这是他们的话术，看到了吗？他们的开场白。我院目前的口腔项目有特价优惠活动，请问您有看牙需求吗？在田经理的操作下，这家口腔医院的智能机器人的话术呈现在电脑屏幕上。记者看到，智能机器人的每句话都设有相应的触发关键词，一旦接电话的消费者说了相关的语句，智能机器人会根据关键词转到对应的回复内容。几个回合下来，电脑系统就能根据消费者的回答内容，一步步判断出接听电话的消费者是否属于意向客户。打完以后，同一家微信的有178个，询问价格的有64个，询问公司的有26个，同意发资料的有49个。就直接锁定他，让他加微信，具体就是微信直接去引导邀约了。然后您看这边，我们的实时接通率30%，客户正在呼我啊。按照广告宣传的资料，记者走访了多家外呼公司。目前，一台外呼智能机器人1年的使用成本在1万元左右，平均每天可以拨打上千个电销电话，工作效率远超人工客服。看您的数据量，如果数据量比较庞大的话，从成本角度来考虑，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今天打10万个电话，10万电话一次打100个，一次打200个，叉这样去打。我们这每个任务都是10几20万民摊起步。新桥口腔1个月在我们这儿要跑大概30几万花费吧。民法典第1033条明确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所以，无论是外呼智能机器人，还是真实的电话营销人员，不经消费者同意拨打这类营销电话，都属于违法行为。主管部门都会进行封号和处罚。那么，这些外呼公司又是如何确保通过智能机器人进行海量外呼的同时，逃避封号和处罚呢？记者了解到，拨打电话的线路分为实商和虚商2大类。移动、联通、电信这类传统电信运营商被称为实商，旗下的手机号码一般来说服务于普通消费者，被称为大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虚拟运营商，业内统称为虚商。虚拟运营商同样发售11位的手机号码，大部分都是17或16等数字开头，业内被称为小号。记者在多家外呼公司了解到，这些从事外呼业务的公司都是从虚拟运营商购买的小号，这些号码没有实体手机卡，也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因此目前市场上的这些电销行业都是普遍采用虚商手机号来进行外呼业务。他在网上就是申请的这种虚拟号码给你打的，这种号码的话就是不需要做实名认证。我们可以比如说随时，比如说我们定期，比如半个月、1个月你换一批都是可以的。小号手机号码。不仅如此，这些电销公司还会使用特殊的软件，在使用虚拟运营商的小号做电销时，可以隐藏电话的真实地址。系统会根据被叫号码属地自动匹配当地的号码，隐藏小号的真实号码，以此骗取被呼叫手机用户的信任接听电话。这种技术被业内称为打险。打险呢，就是它是有一个号码池。号码池是吧？对，里面有就是相当于是承载了几千号码、几万个号码。这个号码池里面呢，它有全国的号码，它会根据你的被叫客户的归属地，它去调用。你的手机号是北京的，你就会看见是北京手机号来电。你是上海的，你会看见上海手机号。但记者在调查中也看到了更另类的现象，一些虚拟运营商的小号是有实体卡的，同样可以在电销中实现打险功能。在这家名为合众易联科技有限公司里，这位刘经理就给记者展示了他们公司的一种外呼专用设备。您是做机制的吗？也是一样的插卡，
它可以插5张卡。它也相当于是这种全部是电脑实现。记者看到，这种外呼的设备外观跟普通电话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可以插进5张手机卡，用数据线连接电脑以后，实现打显功能，拨打营销电话。在现场，记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虚拟运营商提供的实体手机卡。但虚上的话，它自由度比较高，开卡比较方便。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红卡。红卡。对，这是什么家的？长城移动。外呼公司的工作人员承认，在为用户提供电话销售服务的过程中，他们经常会遇到消费者的投诉，但他们对此并不担心。就是我们其实跟运营商的话关系还是比较 OK， 比如说不是很大的一些投诉的话，我们都能去申诉掉、内部处理掉。个人投诉，比如说他骂你一下，或者没有在客户那边投诉你，其实运营商也是不管的。但如果说他一直往下去弄，就比如说投诉到那个12315啊，或者说到那种什么电印信部啊，大概率其实也是没下文的，你懂吗？虽然这些外呼公司对外都在吹嘘自己的实力和所谓的关系，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对个别投诉无非就是罚点钱的事情，即使封号，他们也能随时更换线路或是号卡，对于电销的运营不会产生影响。飞鸽传书科技信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他们刚刚处理完一个非常棘手的客户投诉。我们就给他批了一个会员的一个证明，我们就证明他之前就是在比如说线下展会填过我们资料，这就可以跟我们很近。看似有着严格监管的电话销售行业，在采访中却被外呼公司利用各种手段欺上瞒下的一一化解，利用获客软件偷取消费者电话号码。虚拟运营商有大量的小号，再加上外呼智能机器人所谓的科技加持，市场上外呼公司的电话销售产业链条就这样快速的形成。喂，你好。是。哎，你好，我们是。你好，老板。是专注口腔健康。喂，你好，对，请问您有口腔或牙齿健康专注口腔？喂，你好。今天的晚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条。获客公司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强行抓取了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卖给有营销需求的商家。这些商家再通过外呼公司不断拨打营销电话，骚扰消费者。更有甚者，他们还通过种种手段躲避国家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共同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诱人抽奖背后藏着什么陷阱？大量的用户沉默下来，你赚的是什么用户的钱？都是带有一点欺诈性质。充100得200，话费哪儿去了？停车券怎么误导消费？会员权益为何乱扣费？大家都是疯狂的赚钱，疯狂的收割用户，基本上一天的流水在20个亿左右。315报，它里面的门门道道被人家剖析清楚了，那就完了。那这个以后还咋跑呀？消费投诉不断，虚假抽奖乱象丛生，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低价诱惑，瘦身限揽，市场泛滥，以次充好，虚假报告真假难辨。国标的934，这个多少钱？700块钱到234。那这是8折的，650。650是几折的？7折的，一模一样，跟国标的干出来的一模一样。违法生产、偷工减料、造假手段层出不穷，非标限揽屡见难绝。一个是湿的那个粗细，一个是湿的那个根数。这玩意儿最低能干到几折？干个4、5折都可以干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的2025年315晚会，欢迎您继续收看。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0.29亿人，全球第一。手机支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实生活中很多所谓优惠中奖的画面会在各种手机支付成功后出现。消费者这个时候一定要当心了，因为这看似幸运的背后，可能是商家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消费陷阱。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我要求退款领取了。扫码开发票中奖，充值98到账200元话费，充值完成后迟迟不到账。这就是在欺诈我。最近，记者在网络上留意到有关手机抽奖引发消费陷阱的投诉接连不断。在这些投诉里，虚假抽奖、虚假宣传乃至诈骗等词汇高频出现。大量消费者所反映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记者进行了大量的体验。诺诺网是一家电子发票第三方服务平台。在诺诺网开发票时，我们发现，提交发票信息之后，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页面会自动出现跳转至大转盘小游戏，进而引导记者进行抽奖。点击抽奖，系统随即提示抽中大奖，奖品是200元话费券。然而记者购买后并没有任何话费到账，也没有看到200元的话费券，于是记者拨通了客服电话。优惠券在您购买之后已经全部成功发放，一共有30张，充200减10元的券有10张，充100减5元的券有20张。按照客服提示，记者找到了这些话费券，10张充200元减10元券，20张充100元减5元券。也就是说，记者需要充值4000元话费才能用完这些话费券，并且这些话费券的使用还有限制。同一个手机号的话，它一次只能使用1张，1个月只能使用2次的。最快的话是15个月可以用完的。当记者向客服提出退款，对方却拒绝了记者的要求。您这个订单目前申请不了退款。记者回看购买流程，发现，在立即支付页面下方一行不起眼的优惠券包使用说明里罗列了话费券包构成。商家放大中奖等诱惑字眼，弱化关键信息，诱导冲动消费。经调查，广告推广由对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话费券充值由数字权益平台执行，实际收款方是金山粤语通讯运营商，关系错综复杂。到底是谁设下了消费套路呢？记者找到了对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把科技是一家上市公司，其触达服务的移动 App 用户超过13亿人，而对把是对捷科技的主要控股方。负责人称，公司主营互动广告，看似普通的业务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我们可能在 APP 啊，或者说在其他的载体上会谈那种互动广告，会把用户引导到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抽奖啊、红包啊、休闲小游戏里面去。然后用户通过这些小游戏的完成，那就会到我们客户的那个落地页，然后落地页会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然后用户如果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然后他就会进行下单，然后产生购买。从这位负责人的表述中，记者了解到，对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搭建起一座特殊的桥梁。该公司通过形形色色的应用场景，将商家广告大量投放到消费者的手机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对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促使消费者产生冲动消费行为方面采取了诸多策略，特别是在游戏环节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其运作模式下，广告已不再单纯是信息的传递，而演变成了一种带有特定营销机制的手段。各种降价，然后成功你中奖了第1名，这种关键词跳出来，然后你就会很兴奋，你会继续往下点完了。对。
提及诺诺网开发票时出现的跳转抽奖广告，该负责人表示，正是由他们公司提供的。什么开发票啊，什么快递面单啊，都会跳各种红包，基本上都是我们。我们是目前市面上最大的互动广告平台，然后我们在整个媒体的渗透率，应该目前已经做到了极致了。对于记者体验的200元话费券活动，该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公司目前获利最高的业务。目前话费算是做的最好的，而且是最暴利的，投100万，我当天回150万。那这个真的非常夸张啊！这几个板块的业务的客户已经接近于疯狂。如果消费者坚持每个月领取优惠券再充值，虽然过程麻烦，但确实能多获得100元的话费补贴，这样商家肯定会亏本。这让记者感到疑惑，商家又是靠什么获取如此高的利润呢？然后我发现领取率非常非常的低，不超过10%，大量的用户沉默下来，你赚的是沉默用户的钱。从负责人的话语中，我们洞悉了商家的盈利窍门。话费券使用周期长，多数人领取1-2个月后就遗忘，部分消费者操作后甚至都搞不清到底是充了话费还是买了券。商家正是利用这种遗忘和疏忽，抓住海量沉默用户的空子，悄然敛财。只要我整个产品的交付路径是可查的、清晰的，而且我有明确给用户提醒的，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你需要退款，我也给你退款。你觉得我做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负责人告诉我们，除了开发票，生活中还有很多扫码场景都能植入他们的广告，比如停车场扫码付费。扫码停车，并且的效率非常离谱。它上面就会有个提醒，比如5块钱的停车红包，其实你应该点3点那个确认付款才可以，他们就把入口就放在上面，点击确认进去了。记者体验时也发现，支付页面上，一个是5元停车券待兑换按钮，一个是缴费确认按钮。而停车缴费时，大家通常都比较匆忙，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往往更容易被误导。我一想能减5块钱，我立马点了呀，因为用户认为他真的领到权益了呀。其实前面少的是10块，后面少的时候还是10块，他以为少了5块。停车扫码时，消费者以为领到的是停车的优惠券，实则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套路。一定有奖，只是有些奖是需要你付出代价。比如说我送你一个视频会员啊，对啊，你点击以后你要付19块钱，但是呢，我次月还会扣你19块钱。你是次月，你可以到我们对应的公众号可以再领1个月的会员，但只是你没有来领嘛。但是我默认你会来领，所以我每个月会扣19块钱。依然赚的是沉默用户的钱。商家蓄意布局，误导消费者，以为领到的是停车优惠券，同时还能低价享会员权益，而在领取页面下方，则用不起眼的字体标注了自动续费协议及其费用，消费者往往被低价优惠吸引，难以察觉。这家公司在扣费环节也煞费苦心，从扣费方式到扣费时间，每个细节都精心算计。甚至我们把扣钱的时间点都已经研究了很多次，我会选择3小时之后再扣。第一次扣呢就扣到1分钱，用户是没有感知的。首次扣费虽然仅1分钱，但这意味着消费者与商家成功签订订阅协议。此时若消费者不知情，未及时取消订阅，就会面临月复一月的固定扣费。1个月之后我就要扣他19块9了嘛，我会选择在凌晨2点钟去扣这个19块9。当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各种信息推送给覆盖掉。至于你来不来领就是你的事了，但扣钱我反正每个月我都扣。负责人称，开发票、停车扫码等生活各类场景都能接入互动跳转广告，靠中奖诱导消费者。其主营业务中，白酒推广业务很是稳定。记者体验发现，大转盘抽奖后，页面会醒目提示恭喜中奖，跳转至白酒领取页面，消费者填写收获姓名、电话和地址，就能领1000元白酒。
咱们这边拿了电话、姓名、地址这个信息之后呢，会有电话核销这个环节。然后电话核销过之后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会去给人家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白酒并非真的免费送，而是以货到付款的形式销售。若消费者不满意，还可以拒绝签收。站在用户成交这个角度，到付对消费者来说是最没有心理门槛的一个付费方式，因为我是先看到货，然后我觉得 OK， 我再付款。记者在体验中还发现，除了对接白酒广告推广业的支持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变现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随后，记者来到了变现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200元话费券、自动续费等项目，他们公司也在做。白酒推广也是他们稳定多年的一项业务。因为这是一个持续稳定了好多年的一个事情。比方说398，它虽然说是2箱酒，但是它2箱酒的成本可能只有不到70块钱。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他所知，这种酒的制作成本并不高，主打的是以低价体验获取优质客户，之后再对客户进行2次开发，通过复购进一步盈利。因为它挣的是复购的钱，前端就是拿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把这些客户挖出来，然后复购，只要说这个客户做好1次复购，你就是纯赚。随后，记者体验时也抽中了一款零酒师1品天下牌的酱香型白酒。填写个人信息之后，有销售人员给记者打来了电话。咱是参与活动，免费领取到活动体验名额。就是这2箱酒的话，它总价值是4700多的。您这边就是收到酒以后，您就只需要承担1瓶酒的体验费，一共就398元就行了。在销售人员的引导下，记者在购物平台上找到了这款白酒，标价398元1瓶。在电话销售这里，花1瓶的价钱就能得到2箱共12瓶酒。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该酒的厂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的酒成本确实不高。它都是属于那个比较低端的了，因为它这个1品天下这个差不多就是63这个档次的是吧？差不多。另一家同样靠电话销售白酒的低藏酒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直言，那些被低价体验吸引而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正是他们眼中绝佳的2次、3次开发目标。就比如我加你的微信哈，那我会在3个月之内让你家里面全是我们的酒，而我们给客户教育就是9个月存一箱。你今年买5块98，不好意思，你明年买5块90买不到，你可以花698，698买不到这1年的酒，那就不好意思。一次看似实惠的低价体验，背后竟是这般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销售套路。消费者一旦入局，便很难脱身。诺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一家互动广告公司，负责人毫不避讳地承认，200元话费券、自动续费以及白酒推广这类业务本质上就带着诱导属性，甚至还有欺诈嫌疑。它是一个开红包或者是一个抽奖的界面嘛，就是让消费者觉得这件事情性价比很高，都是带有一点欺诈性质的。随着这几年监管力度不断加大，这种高回报项目确实面临诸多限制。因为它本质上它有点诱导性质，然后用户就会疯狂的投诉，一投诉就会封你这个通道，就是让你的支付通道收不了款。可商家们哪肯轻易罢休？面对支付通道被封这一死穴，竟想出了歪招。一本营业执照，你可以申请5个通道，一个支付通道大概能顶15分钟，就是一天基本上要消耗5到10本。通过什么劳务市场啊，去收集别人的身份证去做注册啊。那要有客诉了，其实也找不着人的。实际上也找不到的。真的找不到的。谈及操作是否合规，诺和科技的负责人称，相关公司都有专业法务，虽然流程和页面看似合规，实则只为规避风险。只要他们前端看着合规就行，你后端怎么样他不管你的。因为我合同什么都签好了，他们法务很完善的，什么风险他都规避掉的。在广告公司的包装下，法务合规的掩护下，明知诱导甚至涉嫌诈骗的互动广告出现在了消费者的手机上。这些广告利用消费者的疏忽与侥幸心理，让商家获利，
消费者权益受损，维权艰难。我之前也有反思过，我说我们做互联网广告，真的有给社会带来价值吗？那没办法，迟早的。我没有办法为消费者带来价值，那我只能为商家带来价值。对我们来说，就是看你胆子够不够大，够不够野。大家都是疯狂的赚钱，疯狂的收割用户，基本上一天的流水在20个亿，就是3-5家公司构成的这20个亿。比方说，315一爆，它里面的门门道道被人家剖析清楚了，那就完了。那这个以后还咋跑呀？通过这一次深入的调查，我们看到这些所谓抽奖的背后，都有着商家们精心设计的消费套路，消费者在不经意间就会深陷其中。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对这一类的手机抽奖要提高警惕，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同时，我们也建议对这一类故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堵住相应的漏洞，让消费环境清朗健康。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电线。在大型的工装项目以及家庭室内装修等各类工程项目当中电线无处不在。施工的时候，它们大多被深埋在地下或者藏于墙体内部。然而，正是由于电线电缆使用场景隐蔽，一些不法生产企业以及商家被高额的利润迷了心智，将造假的黑手伸向了这些关乎民生与公共安全的产品。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按照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2025年1月来到南宁的科德国际五金市场，这里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五金机电市场之一。这里的商家大都做着电线电缆的批发生意，但去年开始，这个市场里一些商家的产品报价要比市场平均价低很多，这是为何呢？我们要的934，这个多少钱？700块钱到234。那这是封标8折的。233也是特厂家。33这个不足100米，它是多少米？还有8折了，8米，董事也是8折，都是8折，全部8折。那橡胶呢？橡胶也都是国标的。9折就是非标，9折还能是国标，对吧？你要是要9折的，它那个线上也是打的国标。就是那个包装合格证什么的都是全的啊，都有，那个都有。这种肯定是非标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就是为了看得大一点。650是几折的？7折的。记者在市场调查发现，这里一些商家销售的电线电缆产品报价明显偏低，说辞也基本一致，那就是他们售卖的多是所谓的非标线，就是未达到国家检测标准的电线电缆。在这个市场里，销售非标打折电线并不是什么秘密，即使记者是个第一次来市场的陌生人询问，商家也毫不避讳地宣扬自己售卖的非标线的优势。在这家南家电线电缆批发店里，老板告诉记者，仅靠肉眼很难辨别非标线和国标线的差异。这是4×240+1，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国标，哪个是非标吗？这是属于压形的，它这个平方是一样的平方，这个你一压形它就拉长了，它这1米能出1米半，这个1米就是1米，理解意思了吧？那50公分就是利润啊，对。在市场，这些商家秉持的经营理念，直白点说，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挣钱。不管购买者提出何种质量等级、何种价位区间的电线需求，他们都会想办法予以生产供应。这个240的，打比方说你要国标的，我500块钱1米，对不对？你说别人给我报都300块钱，我200块钱的也有。这么低？对，你只要敢要，我就敢给。就是你这店一年国标和这个非标出货比例？非标多。非标。我这一年我卖2000多万个货，1700万都是9折。
贵阳的坚实5间机电城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5间交易市场，然而部分商家竟也在售卖同一规格2种价格的线缆。就在市场上号称国标保检测，如果给我仔细算到他骨头里面，就是85折就能说国标，一模一样，跟国标的干出来的一模一样。他说我要国标的，我说你要哪一种国标？市场上国标还是纯国标？你说市场上的国标，它就是完全能代替了8折。对，拿到外边检测，你就拿这种货就不行了。商家见到生意上门，特别提醒记者，国标线会清晰印出厂名、规格等关键信息，可非标产品完全相反。刘老板直言，非标线不敢写清楚，否则生产企业会面临严重后果。如果是说先一显示厂名，万一真的说出了问题，这就整个厂子就完了。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在国内重大火灾的案例中，因线缆引发的火灾占50%以上，居各类火灾之首。全国近10年来发生因电缆着火蔓延成灾的重大事故逾100起，累计烧毁电缆32万多米，恢复重建工作耗资大、费时长，仅供电量的损失就达100多亿元。2023年11月16日，某地一处地面连建楼因电缆线路故障引发火灾，造成26人遇难。2024年1月2日，某地一处日杂仓库因电线过载发热引发火灾。2024年9月18日，某地一处新建小学高压线缆过载短路，现场火花四溅，消防人员处置及时，险些酿成重大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电线电缆属于第1类强制认证产品，未经认证严禁出厂销售。那么这些暗地里流通在多个市场里的非标电线电缆，究竟又是谁生产的呢？记者按照销售商家提供的地址，来到了位于安顺市金明阳电线电缆公司。这家公司对外宣称自己的年销售额过亿。负责公司销售的陈总告诉记者，他们企业就能按照客户需求生产不达标的电线。你们要求什么货，咱们就做什么货嘛。它打折其实只是说线性稍微那个一点点。陈总告诉记者，当前线缆市场价格很混乱，竞争也激烈，但为了好销售，他们也会铤而走险，接单生产。就是说市面上这种货啊，基本上也就是9折，没有真正的纯国标。他能过奖吗？能过啊。在多个商家提供的供货名单里，润雄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多次被商家们提及。记者了解到，这是一家专门生产电线电缆的企业。来到企业，记者以采购商的名义见到了主管销售的负责人范经理。见到生意上门，范经理介绍，他们厂生产的非标线不仅外观和国标线一样，还能提供齐全的资质报告，可以造假一条龙服务。就是厂里的检测报告和合格证，我都会给到，不管拿厂标还是国标，都会给检测报告给你。当然，检测报告的话，他们也是国标的检测报告。范经理介绍，在他们进行线缆生产时，不光线体铜芯可以动手脚造假降低成本，制作耐高温云母带，他们也会偷工减料来压缩费用。线的话就是外皮做厚一点，就是做到国标外径的，这样的看出来的话就线看不出来。国标线全项保险的线，它是包2层的云母带嘛，但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包1层的，包1层的话差不多要便宜10个点。为了招揽生意，范经理私下拿出了一张内部的报价单。在这张奈朗电缆有限公司的报价单上显示，报价竟然被细分为国标、9折和8折报价。国标的报价为112万1997元，8折的为96万9937元，仅一单就相差15万元。为了验证范经理的话，记者要求到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专项看看不达标电线企业究竟是如何生产的。范经理带领记者来到了正在生产的车间，他告诉记者，眼前的这个车间正在赶制订单。记者在一台生产设备上发现一份8折的奈朗产品生产标准单。
对了，环节怎么调整？这个环节就是减少它的根数啊，一个是丝的这个粗细，一个是丝的那个根数。这玩意儿最低能干到几折？干个4、5折都可以干的。这个就是再生料，俗称叫2代料的。它这个和新的价格差不多相差2000块钱一根。根据国家标准 GB/T 6995.3-2008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第3部分电线电缆识别标志的要求，成品电线线缆线体要标明厂名、品牌、规格型号等，方便用户识别和保障安全。为了打消记者的担心，范经理告诉记者，他们也害怕监管部门清查。为躲避监管，他们生产的非标电缆从来都不在工厂里储存。非标电缆的仓库，他们藏在南宁郊区的村庄里，面积很大，堆满线缆。来到仓库，记者现场看到这些线缆标明的厂名、商标、规格等字迹都很模糊。这些都是非标的，应该是非标的。在仓库里，记者看到库房里存放的这些非标线缆，企业都配挂上了国标合格证，让用户满意、让客户放心的标语也表示得清清楚楚。仓库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每天都会有不合格的电线电缆从这里发向各个5金市场。你只要敢要，我就敢给。我差1个平方也是差，我差10个平方也是差。只要是7折以上，我就敢喷我厂名出来，我就给你敢负责。中国有句古话，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电线电缆是和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危紧密相连的特殊商品，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监管部门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但是这个行业当中总是存在着个别的害群之马，这样的一些丧失商业道德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企业，应该得到应有的处罚。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保障人民美好生活。在过去的1年里，政府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整顿市场秩序方面采取了哪些行动呢？一起来看。2024年，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联合部署，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动，行政执法立案2.2万起，涉案物品2.2万吨，涉案货值18.56亿元。农业农村部紧盯重点品种药残突出问题，深入推进2颗菜、7条鱼和3个热带水果专项整治，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首次达到98%。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昆仑2024专项行动，共立案侦办环食药和知识产权领域刑事案件9.1万起，推进禁封行动，集中打击特供酒、肉制品、食用油等各类犯罪活动。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等作出规定。全国检察机关立案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4万余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新批准上市药品3300余件，批准儿童用药106个，罕见病用药55个，努力满足患者临床用药需求。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2024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等问题，累计清理拦截违法和不良信息5200余万条，处置账号144万个，关闭下架网站平台超过3800个，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2024年，工信部依法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超过40亿次，封堵处置涉诈域名网址700余万个，累计发送涉诈预警提醒信息52亿条。2024年，全
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净网2024专项行动，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11.9万余起，查处造谣传谣违法犯罪人员4.7万余人，关停违法违规账号33万余个，加大黑灰产违法信息清理力度，侦办网络黑灰产案件2.5万余起，有力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信息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司法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条例，大力推动全国放心消费行动、消费投诉公示行动。2024年上半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损害赔偿类法律咨询65万余人次。2024年，金融监管总局全面履职，联合相关部门召开第一次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监管联席会议，推出金融产品查询平台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推动金融服务更好匹配消费需求，严厉打击伪劣商品犯罪。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批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4486件，7716人，起诉10855件，21404人。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立案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6246件，罚没款7700余万元，曝光典型案例1003件。开展民生领域广告监管专项行动，聚焦医疗、药品、食品以及教育培训等领域，查处违法广告案件1.9万件，罚没金额1.58亿元，形成有力震慑。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强化标准引领，全国共培育放心商店、放心餐饮和放心工厂132.9万个，培育放心市场、放心商圈、放心景区8.6万个，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扩面增效。全国已有129.1万家实体店参与，累计退货金额86亿元。2024年，国家发改委推动出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直接下达地方。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680万辆，8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销售超6200万台，家装厨卫换新补贴产品约6000万台，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138万辆，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3万亿元，拉升全年涉零总额增速约1个百分点。提振优质消费品消费，工信部、商务部推动2024年3品全国行活动，引导地方重点企业、电商平台等加强协作，挖掘培育智能家居、国货潮品等新消费增长点。组织省际联动50场重点活动，参观参展人数420余万人次。商务部以消费促进年为主线，统筹开展全国消费促进月、国际消费季、诚信新商宣传月等12项品牌活动，认定新一批8个全国智慧商圈，实施以来累计建成便民生活圈5188个，服务社区居民1.18亿人。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行适老化出行，一键叫车服务累计为1700万位老人提供服务超2亿单，新开通服务中小学的常规公交线路超1000条。2024年12328热线共受理热线业务量近2600万件，投诉举报限时办结率达99.03%。中消协正式推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累计注册消费者62.9万人，入驻经营者4万余家，接收消费者投诉咨询53万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9亿元。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政府在行动。揭开消费陷阱，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这是315晚会坚守的使命。我们相信，全面建设诚信、
公平、便捷、安全的消费环境，会有更多的力量汇聚，会有更多的成果展现。从担起诚信的责任，到实现高质量的追求，从优化产品服务的品质，到大力提振消费，我们坚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挑战和机遇，用积极的行动来守护幸福和安宁。我们相信以诚相待，恪守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理念，带着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的拼劲，定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持久动能。针对今天晚会上报道的这些案例，相关部门此时此刻正在调度行政执法力量，采取相关的执法行动，打击侵害群众利益、损害社会公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刻都不能迟缓。总台后续的新闻节目也将持续跟踪最新的进展。春风有信，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让我们构筑更加诚信、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朋友们，今年的315晚会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年再见。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你是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